大家打起精神来吧，老万可不想看到我们这样。都说说吧。我们在老万的遗体上发现了多处的刺创以及撞击伤，另外还有3根肋骨成轴的痕迹。他的刺创包括腹部刺创，但这并不是他的致命伤。真正的致命伤是大腿的动脉被利器刺伤，流血过多而死。通过伤口比对，确认是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术刀造成的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在老万的手上发现了射击的残留物质，在他的指甲里发现了一些皮屑组织 ，DNA 的结果还在比对当中。至于另外一名死者的死亡原因，则是子弹从脑后穿过颅内造成的。经过技术科的对比，是从老万的配枪里发射出来的。死者名叫崔浩，是第一医院的一名医生，主要负责药品监管和库存清点工作。我们在调查崔浩的时候，得知老万也在调查这家医院的乙醚和西地兰等药品的库存情况，发现了崔浩有重大嫌疑，所以才把他带回来审问。西地兰是不是导致离奇死亡的药物？你们记不记得，汪晨尸检时，在体内发现了大量的乙醚？那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有关联？你们看这个，这个药品是在崔浩的家里发现的。这个药物跟李淑婷、肖林还有老宋的那个药物成分很相似，都有抗抑郁的药物成分。那就是这个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之间有某种交易。还发现什么？杀死崔浩的可能并不是老万，现场可能有第3个人的存在。第2现场的车上发现了大量被擦拭过的血迹残留，在第1现场同样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这些血迹都只属于老万一个人的，所以老万很有可能在到达第2现场之前，就已经由于大出血导致了昏迷或者死亡，再被真正的凶手和崔浩一起搬运到第2现场。在安放好老万之后，凶手选择了杀掉崔浩，避免崔浩暴露他的身份。他在杀人之后，伪造了老万杀死崔浩的假象。我们在第2判现场发现轮胎上有被扎破的痕迹，这就说明老万为什么要中途停车。从刹车的痕迹，还有老万的伤势来看，可以推测，应该是在他带崔浩回警队的路上发生了意外，而此时有第3个人抵达现场。陈迅，你继续查医院的监控，看看有没有新发现。副队，我们都在。小黄啊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快走！
见了。各位大伙，来听一下啊！大家欢迎一下我们刑警队新来的同志祝清月同志。戚主任，你看这儿。翟西西左脚脚踝出现了不正常淤青，在现场的时候有这个伤痕吗？没有。叔叔要先去医院，注意安全。我去隔壁邻居那儿再走访一下。朱队，徐法医，尸检结束了，有些疑点，我想回现场再确认一下。尸体体表有几处擦伤，未见挫裂伤，颅骨右侧有骨折，颈椎骨折严重，有大量的吐血现象，内脏破裂严重。死因确认是高空坠楼死亡。那毒检呢？结果还没出来。据目击者反映，翟西西坠楼之前，有人看到树下一直有人拿着手电不停的闪光，同时他就跳下去了。但那是个监控死角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结合现场所有人的口供和现场的痕迹，可以推测出死者生前有求生动作，他很可能是失足坠楼。齐主任，您刚说有疑点是什么？死者的右脚鞋还在脚上，只是左脚鞋原本在什么位置？在这。我检查过，死者的右脚鞋穿得非常牢固，鞋带也没有松过的迹象。我试过了，基本不可能在没有松开鞋带的情况下自己脱落，但是左脚鞋却脱落了。所以有人帮他松绑了鞋带，鞋子才掉的。你看这儿，阳台栏杆上有血迹，这应该是死者生前抓住了栏杆，挣扎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才掉下去的。所以，他坠楼的位置应该是接近垂直。但是现在，尸体却离大楼还有一段距离。下楼看看。
苏导，楼上几家邻居都走访完了，没问到什么有效信息。有人吗？别敲了，那没人。那房子挂中介往外卖呢。喏，就这一家，11地产。谢谢啊。老万，打电话问一下。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，刚刚才有人掉下去，竟然有几个毛小子在楼梯间打架，真是事儿多。哎，进来吧，警察，就是这间屋子。啊，这门是一直没关吗？哎呀，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。最近有人来看过房子吗？上次应该是上个月的事儿了。哎，这最近不是行情不好吗？这楼又是老楼，业主又不肯降价。哎呀，而且最近发生这种事儿，更别想卖出去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们是来查坠楼案的吧？我们查什么是你管得着吗？这房子钥匙除了你，还有别人有吗？只委托给我们一家公司，房东留了一把钥匙给我们备用。平常我们会带客户来看房。朱队，让我们到那边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，齐法医？你看这里，这晾衣杆是弯的。翟西西的尸体左脚脚踝有淤青，但是在现场的时候，尸表检查还没有这个痕迹，而是在尸检过程当中慢慢显现的。这就是皮肉组织遭到强力压迫之后的表现，表征不会立即显现，快的几分钟，慢的几个小时。所以，翟西西怀部的淤青一定是在死亡前后短时间内造成的。我怀疑，他的淤青是落在了晾衣杆上造成的。尊敬的市民朋友们，现在播报火灾警报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迅速有序的撤离现场。请注意，火灾警报每响声每次持续30秒，请大家听到警报后出去吧，去了，确保自身安全。尊敬的市民朋友们，现在播报火灾警报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迅速有序的撤离现场。请注意，火灾警报响声每次持续30秒，请大家听到警报后立即。李一奇死了，
昨天凌晨1点15分出现了火警，随后值班医生发现李一奇死在病房。从医院监控中调取的记录显示，在李一奇死之前，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进入过病房，但是没有看清楚脸。死亡原因呢？高法也在检查。各位，大家听好了，目前这个人的嫌疑最大，我们扩大范围调查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查了停车场的监控，他最后往停车场方向去了。死亡原因确认了，药物过量导致了过敏，引发的窒息死亡，很可能是西地兰。查到嫌疑人车牌号了，是 B53617，车牌号是假的，但交警昨天晚上追踪到他进入了枫林都城小区，并且停留了1个小时。最巧的是，小区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坠楼案，周队他们已经过去了。枫林都城小区坠楼案死者翟西西，24岁，有邻居于昨晚1点左右听到重物坠地上，出来查看时发现死者已经坠落在地，现场初步判断死者系自杀，但是否能够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侦查。死者父亲仍坚信他女儿不可能自杀。团队，车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小区附近的建筑工地。工人发现有浓烟飘出，不太对劲。赶过来的时候，只发现了这辆车，没有看见任何人。车子发现的时候已经完全烧毁了。团队，这个车都烧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能留下什么呀？拖回去了检验再说。你说你女儿出事的时候，你刚进门，那天也喝酒了？我就喝了一点儿，没醉。西西，西西，我喊了几声，西西，没见到西西，我就想着他可能带着小山出去了。西西，西西，还没等我坐下，就有人敲门。老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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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门啊！快开门！老柴，快开门！快开门！老柴，老柴，你女儿掉下去了！哎呀，快去看看吧！哎呦，这是地砸的！哎呀，赶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跑到楼下，看见我闺女就躺在那儿，
当时那么大的动静都搞出来了，你就没听见翟西西的呼救声？西西他是哑巴，他叫不出声了。朱队，这是翟西西的弟弟翟小山，刚从雪山。是你！你当年害死了妈妈，下面害死了姐姐。小山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小山，你松手，冷静一点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说为什么？冷静一点。这个家都被你毁掉了。小山，这个家就是你毁的。来吧，小山，我姐姐，小山，把姐还给我。小山，冷静。我姐姐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慢慢说，坐着，来，等等，我姐姐就是他害死的，把他抓起来。小山，这孩子啊，怎么了，小山？两个什么情况？我儿子心脏有问题，快帮我打110！叫救护车！圆，怎么是你杀他？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圆，你在干嘛？后来我也摔倒了，这个玉器就是当时摔下的。然后呢？圆圆的母亲过世了，她很伤心，我能理解。这些年，她被她母亲的病拖得也很痛苦，我也能理解。我理解圆圆做的一切。圆圆，圆圆别怕啊，没事的。虽然你妈妈没了，但是你还有我，我会帮你的，你的人生也会重新开始，啊！没有人可以帮我。谁都帮不了，没有人可以帮，没有人可以帮。没有人可以帮，没有人可以帮我。没事啊，不怕啊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会帮你的。后来他哭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那我们上次去找你，为什么没说？你们上次问我有没有去过标本室，我并不知道圆圆的事情跟标本室有关系啊。我知道的已经都说了，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媛媛了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调一下监控，看看刘媛媛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你对监控的运行还挺了解嘛？警官，我不知道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照片上这个人是你吗？这不是我，这是刘媛媛。
我知道小时候我们长得挺像的，但长大之后我做了整容，也就不像了呀。这么确定她就是刘媛媛？这衣服和包包，跟那天她在实验室时一模一样，这真的是刘媛媛。你是不是让丁有梅假扮刘媛媛离开了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是，当年我让媛媛替优美考试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后悔，是我做错了。但是那天媛媛离开以后，我和优美一直待在实验楼，第2天中午才离开的。高慧兰当天借出的具体是哪一具大体？登记表上显示的是4号。我看看他当天的解剖记录。好。疑似解剖记录：腹腔解剖常规程序，断裂眼室，肺叶壁面区域切除眼室，心脏瓣膜2间半脱垂症状观察。你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把它翻过来。结合学校其他监控视频，确认高慧兰说的没有错，他们确实是第2天才从实验楼离开，中间只有高慧兰和吴冕出入运送大体的画面。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丁有美两母女跟刘媛媛的死有关。学校的监控我们都查过了，刘媛媛确实从实验室出来之后离开了学校大门，离开后就消失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查到她最后的行踪。那一带的监控都是很多年前的老设备了，拍出来的人都很模糊，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刘媛媛还是丁有美。我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证据。刘媛媛在家附近超市买了漂白水、手套、黑色塑料袋，还有一把刀。当年我免费为媛媛的母亲做了一场手术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优美考试。我是救了媛媛母亲一命，但是这11年来，她一直用这个秘密威胁恐吓我们，是她一直在伤害我们。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有没有可能是刘媛媛想杀人，最后反被杀了？致命伤是被人用接触面大约8公分的锤子，从死者的右侧颅顶敲击致死。我们现在初步判断，凶器就是这样型号的医用锤。你跟老万之前在实验室后山发现的那个铁网口子，如果不是凶手逃离的路线，而是回来的路，所以丁优美是高慧兰的女儿。你看啊，那张穿校服的是刘媛媛，眉心有颗痣的是丁优美，这2个人简直是一模一样，除了眉心的那颗痣。那会不会是长大以后整容了呀？我怀疑他们替考。替考？对。你是说刘媛媛帮丁优美替考？对。我跟老万去查过丁优美，丁优美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属于下游，但却在那年的托福考试中异常高分，顺利前往美国留学。反倒是刘媛媛平时成绩优异，却在本应该考试的那一年缺考。
刘媛媛缺考背后肯定有隐情，有没有可能是她替丁由美考了托福，但影响了自己的考试？现在考试的试卷应该找不到了，我们查一下当年考试还有什么其他线索。好。如果刘媛媛一直握着当年高慧兰母女替考的把柄，这些年来一直不断的去威胁他们，最终导致了高慧兰母女忍无可忍，把她杀了。但一开始也是刘媛媛先拿的刀啊。有没有可能是刘媛媛想杀人，最后反被杀了？小心放下监控。这个监控显示，刘媛媛在进入高慧兰实验室后15分钟左右离开。还有别的角度吗？没了，那边新实验楼就这台。小溪倒回去。好。再播放一遍。你们看，他手上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。他进去的时候毫不遮掩，出来的时候却一直刻意的挡着自己的脸，有问题。丁由美是学校的人，她应该知道学校每个地方哪里有监控。画面这么黑，我们怎么可以确定视频里这个人是刘媛媛，还是说由丁由美扮成的刘媛媛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这个人如果真的是丁由美假扮，那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就是。查到高慧兰给刘媛媛汇款的证据了。不对啊，我之前查过刘媛媛银行卡记录，没发现异常啊。存折登记是在她妈妈的名下。除了最近的几笔往来之外，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她宿舍查的那本旧存折吗？也是在她妈妈名下。记录显示，最早的一笔汇款是在11年前。还有一个重要信息，当年高考和丁由美托福考试的日期是同一天。11年前，也就是刘媛媛缺考的那一年。对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高慧兰除了给刘媛媛汇款之外，还给一个叫栾芳的人汇了一笔不小的钱。这个栾芳我查了一下，和丁由美是同班同学，并且他当年就跟丁由美在同一个高上。查一下这个栾芳。好。把高慧兰和丁由美也带回来问一下。好，我去。我们已经找栾芳问过话了，据她交代，当时她见到了丁由美。由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要考托福吗？栾芳记得丁由美说过，她要去考托福，所以那天在高考考场见到了丁由美，她还有些意外。我们查到那年高考和丁由美参加的托福考试是同一天。一个人是怎么同时参加2场考试的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知道答案。当年是不是刘媛媛替你考的？是，但是是我妈妈安排的。我当时年纪特别小，什么都听我妈妈的。6天前下午，刘媛媛是不是去实验室找过你？确实，媛媛来实验室找过我。丁由美当时在吗？他们起了争执。因为什么起争执？你就算不交代，我们也查得出来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的前途着想。因为当年那件事情。当时都发生了什么？当年我免费为媛媛的母亲做了一场手术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优美考试。我是救了媛媛母亲一命，
但是这11年来，他一直用这个秘密威胁恐吓我们。汇款记录呢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一直拿提考的事情威胁我们，是让我们不断的给他钱。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母亲高慧兰给刘媛媛汇款，都是因为当年提考的事。所以，你们就杀了他，替换尸体，抛尸。是他一直在伤害我们。媛媛的母亲去世以后，他不停地联系我，我都没有回复，所以他就直接来实验室找我了。高慧兰，我妈死了，是你害死她的。你妈死了？她怎么死的？怎么死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是你害她的。不是，圆圆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妈妈呢？我不可能害她的。你妈妈的病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11年前要不是我救她，给她做了一场手术，她早就没了。对，当年是你救了她一命，但也都是因为你。现在我妈死了，我的人生也毁了，都是你们害，都是你们害的！圆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可能说不害你妈妈。圆圆，你冷静，圆圆，这个不是我家的，你冷静，圆圆，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我就赶紧跑了过去。开门后就发现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